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天气终于变凉了，通常台湾天气可能要到10月以后才会比较凉快。记得去年好像到11月都还很热，已经没有秋天存在了的感觉。话说，想要跟大家提醒，我会把 Podcast 放到 YouTube 上面，而且有配合大字幕。对于用 Apple Podcast 的人，如果有字幕的需求，可以上 YouTube 看。那我连结有放在资讯栏中哦，提醒大家。那我今天想要讲的是关于台湾的饮料店，有点类似像上一次咖啡那一集，想和大家分享台湾饮料有哪一些种类，以及通常要花多少钱。让大家来台湾观光的时候可以体会一下。毕竟我真的很爱喝饮料，也想分享给大家。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就开始今天的主题，关于台湾饮料店的大小事。台湾人爱喝饮料这个特色，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像是最常听到的珍珠奶茶，几乎已经是代表台湾的一种饮料了。而如果你有来过台湾，应该会发现街上的饮料店非常多。在市区的话，你可能没走几步路就会看到一间饮料店，我们又称为手摇店，就是用手摇一摇现做的饮料的意思。而大家之所以这么爱喝饮料，我觉得是因为台湾的天气很热，常常会想要喝一杯饮料消暑解渴，就让饮料店变得很热门，成为台湾文化的一个特色。那么买一杯饮料大约要多少钱呢？虽然饮料店的种类有很多，但是一般饮料店卖的饮料啊，常见的价格大约是35元到70元，主要不一定和饮料店品牌有关系，而是和你买哪一种饮料有很大的关系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是买只有茶类的饮料，而且里面都没有加任何的料，通常不太会超过台币50元。大家都认证男生最爱喝的无糖绿茶，大约30到35元就有一杯咯，而且还有500毫升这么多，非常适合吃完饭喝一杯解腻。但如果你是点一杯有加鲜奶、奶精等等的奶茶类，通常就要45元以上，甚至更贵。或是有添加一些料的饮料，价格也可能会被提高很多。像是前几年流行一种饮料叫做杨枝甘露，里面有芒果和各式的调味，一杯可以来到75元以上，差距可以说是蛮大的。之前也有新闻统计，台湾人能接受这种饮料店卖最贵的价钱，大约是70元。所以如果你买到超过这个价格的饮料，就算是有一点点小贵了。那么饮料的种类有多少呢？我觉得多到说不完诶，但是可以分享我常见的种类，像是茶可以说是基本款，有各式各样的茶，像是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等等，也可能因为茶叶不同有不同的名称。再来就是水果茶，台湾因为盛产水果嘛，所以有水果茶应该也不是很意外。像是柚子、苹果和凤梨都很常见，也有一些饮料发明自己独特的水果茶风味，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喝。再来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奶茶，基本上所有茶类已经都可以加上奶精变成奶茶了，所以种类也很多。通常还有分是用奶精的还是鲜奶。如果是鲜奶的话，价格会贵一些，但我个人觉得加奶精的比较好喝啦。那最后想要提到一个最特别的，也就是奶盖茶，通常是用红茶或是绿茶，然后上面再加一层白白的东西。这层白白的东西其实是由鲜奶、cheese、奶油这些东西做出来的，口感非常绵密。通常喝的时候不能用吸管，而是直接拿起来喝，让茶和奶盖一起喝到嘴里。
我觉得非常好喝。可惜是这种饮料只能做冰的，否则上面奶盖会融化掉。我强烈推荐大家来台湾可以点来喝喝看。最后想要介绍一个台湾饮料店最强的项目，也就是针对饮料细部的调整。一般来说，观光客可能不太敢要求调整饮料的内容，但是在台湾这件事非常常见，而且调整的程度有很多种。像是如果你不喜欢喝太甜，你可以点无糖或是微糖。微糖的话大约是3分糖，或是半糖，也就是一半的糖，来减少甜度。最近还有更低的1分糖，稍微有一点点甜味而不至于到无糖的程度，是我个人最常选择的甜度。而调整温度的部分，除了可以要求要冰的还是热的以外呢，冰块可以再调整半冰、去冰或是微冰，和调整甜度有点类似。热的饮料也可以要求要做温的，才不会烫到。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有一种温度，叫做常温，也就是不冰也不热，和你一般倒出来的水一样的温度。每次都觉得店员能调整到这么细微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但也不是每间店都有提供这些全部的选项，所以点的时候可以问问看，店员也会很热心的跟你说哦。所以说，台湾的饮料店真的是非常有特色，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能不断的开店，而且每年又有新的品牌出来吧。台湾的 YouTuber 们也常常到国外去寻找台湾的品牌，算是一种台湾的骄傲吗？总之，如果你有来台湾，一定要去这些不同的饮料店喝喝看，或许你也可以调配出属于你最好喝的饮料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